各位，我知道大家呢对日本啊都很急啊，着急对日本开战，但是呢，大家呢还真的先别急啊。这个事情呢，有人老是问说，这个日本如果是万一对中国进行偷袭怎么办呢？因为以前我也提醒过啊，我说中国一定要做好准备，日本如果同时发射1000枚导弹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打击啊，那中国那个能做好多少准备呢？对吧？我也提醒过，但是呢，有一条我看有很多的朋友说，那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那如果是人家日本1000枚导弹都奔着中南海去了呢？那把中国那领导层就跟伊朗一样给打没了呢？那谁还指挥解放军呢？啊，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吧？其实呢，这一点呢，倒是我觉得倒是那个最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个核大国啊！你想一想，自从2战以后，哪一个核大国的国家领导人遭受过敌国的刺杀呀？况且日本还是一个无核国家，他再疯，高市早苗这娘们就是再疯，他也不会疯到那个程度吧？对不对？各位，你想想，那日本那就彻底的被和平了。那如果是真的把那个北京给偷袭了，彻底和平了，对吧？那也最有可能的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军事的目标，你比如说中国的航母舰队的所在地中国的那个机场军事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就再进一步对中国的一些北上广深的重要的经济目标摩天大厦进行打击，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没有实际的作用，反而会招来很大的仇恨。最多我想可能就是中国的这些军事目标，那也损失惨重啊，朋友们你想想吧，如果1000枚导弹一个防不住，中国一艘航母被打了，那他妈损失大了去了，是吧？而中国现在又没有政策，说你敢攻击我的本土我就和平你，也没有这个政策。我一直呼吁中国赶快把这个政策放开吧，对待敌国或者甚至偷袭自己本土的什么不率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纯属弄根绳把自己给吊起来了死要面子活受罪。我一直批评这个事儿，对吗？各位，好吧，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就是中日开战有且只有以下4种形式，而且其中一种形式最可能。有朋友问了个终极问题，那就是中日会不会开战？这回我们仔仔细细分析一下，中日之间有且可能会有4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前沿摩擦式的军事冲突，这个可能性最大，在形势紧张之际，双方在前沿地带的军事活动升级，侦察区里挤压威慑等行动频率大幅度增加，难免发生摩擦冲撞甚至走火。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就是典型。当然这个层面的军事冲突多属于偶发性的战术对抗，对局势的影响是升级的导火索还是降温的退烧贴，取决于双方决策层实际已有的战略决策，到底是倾向于战还是倾向于和。我认为呢，目前双方都倾向于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今天的日军根本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日本也没有和中国真正干一架的底气和实力，它只是狐假虎威，虚张声势罢了。高市早苗和日本右翼本来只想捣乱事态，邀宠于美国，要挟于中国，但中方反制和事态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特朗普10月份访日期间对他们有所指使，让他们利用台岛问题对华战略施压，以便美国勒索利益。当然美国吃肉，他们呢也少不了喝汤。然而他们玩过火了，眼见捣乱变成了闯祸，我们大领导亲自给老特做了思政工作后，老特也意识到苗苗有假戏真做，把美国拉下水的小算计。
美国有引火烧身的风险，立马转身给苗苗打了针退烧针。我们呢也给苗苗敷了退烧药。中药的药理比较温和，但是一定药效深入，能治各种疑难杂症，大家拭目以待吧。众所周知啊，中国的中药材十分丰富，也就是反击工具箱的战略工具很多。除了军事施压之外，我们外交和经济的工具还有不老少。对于小本子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犯不着真的开枪放炮。我们之所以军事威慑的高压动作频出，恰恰是通过亮剑，让日本右翼及其主子看清楚，在东亚谁的胳膊壮，谁的大腿粗，让他们掂量明白摩尔的高压线，我们会真放电，雷霆万钧的成打真打起来，谁会被干趴下，伤残难愈。这就叫以武止战，就叫亮剑。武道的最高境界就是杀人不见血的亮剑，亮剑就让对手心死，认怂才是独孤求败的天下武林宗师。我们对国防力量的投资最大的回报其实不是打胜仗，而是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亮剑不动，一枪一炮就让高氏早苗低头认错，更显出中国的战略威慑实力。大家就瞧好吧。第二种可能，战役级别的军事冲突。这个规模的较量呢，类似印巴的武器空战，行家一交手就知有没有日本军政界的一些人，比如首相高市早苗、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心态呢类似印巴武器空战前的印度，普遍盲目自信，不知高低深浅。美国副总统万斯带媳妇儿回趟娘家印度，就觉得腰杆硬了，可以搞巴基斯坦一下了。结果呢，底裤被扒了，自取其辱。小本子也得放到秤上过斤两，才真正有自知之明。如果是战役级别的军事冲突，那么一定是我们有所设计，目的就是小朋友不听话，打下屁股。战役级别的局部军事冲突会在哪里爆发呢？这个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概率最大的地点我认为是宇内国岛。对我军而言，这也是比较理想的预设战场。为什么？一则从地理位置看，宇内国岛位于琉球群岛最南端最西端，距台岛仅110千米，肉眼可见台湾东部山脉距离中国大陆约300千米，距离钓鱼岛约150千米，距离琉球本岛约500多公里，距离日本本土鹿儿岛约1000千米，是日本在东亚地缘战略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前沿据点。从战场区位看，有利于我军，不利于日军。二则从战略意义看，与那国岛是可以控制宫古海峡的一个支点，而宫古海峡是琉球群岛最宽的海峡，第一岛链的关键通道，每年超过4000多艘商船通行。三者伊拉国岛可以遏制台岛东侧的咽喉干扰和破坏我军解放台岛的行动，所以现在被日本视为军事部署前沿支点。日本自2014年起在与那国岛部署军事设施，主要进行监视。2025年11月，日本开始升级在宇内国岛的军事部署，主要是增加03式中程防空导弹，并且呢计划增派电子战部队。03式中程防空导弹射程达100千米，具备远程防空能力，可拦截战机和超音速导弹。伴随部署的电子战设备主要包括24式对空干扰车、GTBS 移动2雷达等，用于强化区域防空与电子对抗能力，这样可以与宫古岛、石垣岛的12式反舰导弹阵地以及美军雷达站形成联动，可能构成对台海的联合威慑。所以啊，宇内国岛是美日在西南诸岛的军事桥头堡，其军事部署是日本干预台海解放的第一步。从上述军群我们可以看出，宇内国岛是个理想的钉子，它过于靠前，面积不大，以防空和侦察电子作战能力为主，关键是没有美军驻扎。这一点呢，与琉球本岛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往往美日共用的情况不同。我们可以只打日军，不打美军，控制军事冲突的烈度，避免中美直接大规模交锋，两败俱伤。这不是妥协，更不是软弱，而是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斗争智慧和策略。什么智慧和策略？就是有理有利有节。1954年，美国和台湾签署了所谓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有了美国撑腰，老蒋有点飘，就像今天手里有美日安保条约的苗苗，最终引发了金门炮战。美军大举增援，加上原本就驻扎在台湾海峡的第7舰队，
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调集了7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和40艘驱逐舰以及2个航空大队。同志们、朋友们，请注意啊，7艘航空母舰啊，那时我们只有近海防御的大小型舰艇和岸炮，与美军相比，真的是乞丐和龙王爷比宝。所以呢，相比过去真正的风高浪急，今天的形势也就是毛毛雨，大家不必过于担心。面对美国巨大的军事压力，我们领导人展现出了极高的斗争手段。1958年9月，主席宣布金门炮战进入到了第2阶段，而第2阶段金门炮击的最大目的就是看看美国人介入台海的决心到了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试一试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人打算在台海流多少血？9月4号凌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按这个声明啊，如果美国军舰敢于接近金门，那就肯定要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因为从厦门岛开始算啊，12海里足以把整个金门都覆盖进去。而当天，美国政府公开声明，不承认中国12海里的领海权，只承认3海里。同日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声称要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金门和马祖的有关阵地，要派出美国军舰为台湾军舰护航。在台省委政权的一再哀求下，美国派出2艘重型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为台湾省美军的7艘登陆运输舰护航，向金门岛运送补给物资。9月7号上午11点，台湾的7艘运输舰顺利在金门蛇湾卸下了物资，并未遭到解放军炮击。金门守军大喜过望，但实际上台湾军舰刚刚出发，我军就收到了情报。叶飞将军一日数次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处置办法，在未得到中央指示前，前线炮兵按兵不动。7号中午，前北京的最高指示终于来了，核心要点就是8个字：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万炮轰鸣，台省伪军舰艇阵地被打得七零八落，而美军舰艇干脆直接丢下台省伪军，自己逃离战场。金门炮战测出了美国人真实的心思，也测出了美军实际的斤两。今天的美日联军比当年如何？我看都是同床异梦，虚情假意，经不起大炮和导弹的考验。以史见今，打与那国岛在这里搞下弄个战术级别的战役，把钉子拔了，这个呢完全可以有。而且根据局势需要，可以考虑放大版的与拉国岛战役，也就是把附近的宫古岛、石垣岛、虾地岛都给一锅爆炒了。当然拔不拔，拔多少，什么时候拔，得军委首长下决心，我呢就不瞎参谋了。第3种可能是战略局战役，也就是局部战争、琉球群岛战役。这就不仅仅是中日之战，而是中美之战。这种战略级的战役其实最鸡肋，很容易达成长期消耗战。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就是反面教材。我认为我们现在打琉球的时机火候不到，更不划算。现阶段上策是展开外交和法理斗争，动摇和瓦解美军日军在琉球群岛军事存在的合法性，为今后推动琉球复国奠定国际政治基础。第4种可能，波及日本全境，甚至把美国完全拖下水的全面战争。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美国脑残，小本子失心疯，非得现在作死。不少观点认为，基于我们的发展优势越来越大，美国、日本意图打断我们的国运会，主动碰瓷儿，跟我们大干一场。这个观点似是而非。为什么？很简单，他们倒是想，但全面战争其实不符合各方根本利益。对于我们与日本死磕，趁着美国的心，如果连着美国一起死磕，就如了欧洲、印度甚至俄罗斯的意。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大国博弈不能只看对家，还必须看全局，看其他竞争者。这对于美国也是如此，这是最朴素最基本的国际战略思维。但日本呢，也已经不是昭和而南，肯为天皇玉碎时代的日本。日本的人口结构和民族精神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军国主义遗毒还在，但是想把躺平日久的令和宅男们武装起来上战场和中国大干一场，怎么也得再有个明治20年。毕竟一个军人朝9晚5打卡上下班的军队，充其量是个加强版的警察部队。
日本要不要跟我们大打，看一点就清楚，就是他有没有搞全国战争动员。如果他主力舰的舰长还是下班后换上西装干兼职，为了做生意随时向生意伙伴通报自己的工作动态，他就没想真的大干一场，更没有能力真的大干一场。至于引发所谓的三战，我分析过了，这纯属无事生非，水流量的话题我就不啰嗦了。所以中日之战，中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大概率的结果。这次我们和美日画出个道，点到为止也有可能。对日本的清算和灭国之战，恐怕得等美国先衰落，甚至分裂碎了。毕竟小本子也就是为虎作伥，我们呢得先武松打虎。各位朋友，你听过我以上的分析，你们对我的这个观点认同吗？欢迎大家留言讨论，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